那个沙子还有那巨些小石头，贼烫，真的烫的不行，我都怕我要烫伤了，烫出个泡。对，土耳其那边到处都有猫，对对，感觉那边的流浪猫贼多，我真的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猫啊！因为我起的实在是太早了，就是拉不出来，便秘了。他就在那旁边抓着那个匕首，就说啊，你慢点，你慢点，你稳点，你别踩了，你别踩加油。对啊，我说你不要再踩油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确实好久都没有录这种播客了，是不是？主要是何为不邀请我。哎呀，这事儿还赖我头上了，是吧？哎，没有，是这样的，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忙着拍这种说的难听点有点枯燥的视频，就是讲各种学习方法呀，尤其是这个愉快学习方法，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用这个来提高口语什么的。但是还是觉得偶尔的时候得来点这种比较轻松、比较好玩的内容，对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一边了解一下我俩的生活，对，一边学习中文，练习听力之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就是一举两得嘛。对，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要讲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去土耳其这段经历，毕竟我觉得我们在土耳其还是蛮有意思，我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没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选题不错。对，我俩前一段时间刚从土耳其回来。对，我们去之前呢，特别忙，都忙得不可开交了。就是你忙着备考试，你正在考那个会计证，对吧？对。然后我的话，我那段时间就是读博，压力特别大，然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哪怕大周末也得去，对吧？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开始开发我的那个中文口语练习 APP 什么的，对，所以这些可能是各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吧，就导致我们俩特别累，就觉得该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就下定决心要出去玩，然后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下一个决定就是想我们去哪儿，对吧？对，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一些。对，我们俩之所以选土耳其，因为它对我是免签，然后对何为当然也是免签，所以我们就打算去土耳其，因为发现去土耳其也就4个半小时的飞机，所以还蛮快的，对吧？也不算特别远。是的，我们不想去特别远的地方，因为就是我们顶多也就请1周的假嘛，对，所以感觉去太远的地方又要倒时差，然后又要浪费那么长时间在路上，我们就觉得不太值得，对吧？对，然后刚好土耳其只有1个小时的时差，还挺方便的。应该是1个小时吧，我也不确定。你一会儿查一下，万一说错了怎么办？万一说错了，这个不就被揭穿了吗？对，说不定我们观众里头还有土耳其当地人呢。快告诉我们，我们差几个小时。对，而且我俩一直对土耳其挺好奇的，对吧？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博主去土耳其玩之类的，看着还不错。然后我们最后选择去安塔利亚，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我们俩是看了那个机票，就是从英国然后飞到土耳其，然后看他们之间那个价格波动呀，因为我们毕竟是6月底7月份去的，所以那个时候还算是那个旅游旺季，对，所以他那个票有的时候还蛮贵的啊。然后我们最后就选择了去安塔利亚，因为安塔利亚它也不算是首都。我们俩这次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然后因为我们就想找一个有沙滩、有海洋，然后像一只咸鱼一样躺在那里。说白了，我俩就是想着躺在那个沙滩上得了，对吧？就想躺平一段时间，就是把脑子呀、把身体啊都放空，就是只是
简单的去感受这些环境啊、空气啊，还有海洋之类的。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当时想着是去首都好呢，还是去像这种海边城市好呢？最后我们还是选了去那个安塔利亚。对，然后我们这次大概去了5-6天吧，然后第一天早上是非常早的航班，6点多，然后我们家离机场大概还要有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为了又能提前2-3个小时到机场，我们2个几点起的？好像是凌晨3点起的吧？3点半吧，3点半，差不多。哇，好早啊！就是眼睛脑子还懵懵的，就要背上书包，然后开始旅行。对，我们这一次去是背包客嘛，对，我们一人背着1个书包就出发了。对，我还是蛮喜欢背包客，因为我发现感觉很不错，很快，你知道吗？就是你都不需要去拿你的行李，然后对啊，有的时候托运，然后就是你到那儿之后又不用取行李啊，你就是背上书包就可以走了，对，就很方便。难怪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背包客。对，感觉这个体验还是蛮不错的啊。对，然后我们其实我们说实话，我们在去之前已经查过安塔利亚的天气温度，但是我们下飞机那一刻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闷热。对，那个热风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很闷，但是又非常的热，就是我不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像我真的好久没有体验过。就是虽然我英国最近这段时间也蛮热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感受到闷热。就是你在那个安塔利亚，就是我觉得你要是在路边啊，就是然后那个柏油路上，你打一颗鸡蛋，可能那鸡蛋都能熟的那种感觉。你都能直接在地上煎个鸡蛋都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对。真的是热的不行，我还以为我能适应呢。毕竟我去年去中国留学的时候，也是差不多那个时间段去的。那个时候北京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天气。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每天30多度，但是感觉那种热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对，感觉土耳其那边还是闷热比较多一点。对，真的。所以我俩刚开始的时候难以适应，真的有点不适应。好在人家是哪都有空调，所以哪像英国呀，对吧？所以就是这也算是救了我们吧，至少还能找个地方凉快一点。我跟你说啊，英国要是有那么热，那我们得把所有的窗户都开了，然后还得拿一大堆那个小电风扇。对，我拿那个小电风扇吹一吹什么的。真没办法。对，然后我们当时热到爆，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得不在机场去买一杯冰美式。对，因为太热了。虽然那个冰美式可能是我这辈子喝过最贵的一杯啊，但是真的没办法，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对吧？哎呀，你要介绍一下。怎么说呢？就是我一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解决一下人生大事儿去个洗手间，对吧？但是你描述的清楚一点。好，是大的，不是小的。然后我发现，因为我起的实在是太早了，就是拉不出来，便秘了，所以我到那个机场之后，就是我心里面还知道，就是我还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那个酒店。万一在过去的路上，我突然想，对吧？那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想着赶紧喝一杯冰美式，刺激一下大肠，说不定这样能在机场解决一下。对，
最后你也没有，最后这个计划泡汤了。但是好在我们顺利到达了酒店，然后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因为我俩是喝完之后才开始坐他们的公交去酒店的路上。不是坐公交啊，是坐那个有轨电车。有轨电车，然后大概那个有轨电车也得有40多分钟。对对对，我就很担心。他跟我说：“小云，我俩下车吧，我想找个地方。”我俩人生地不熟，对那边当地的语言完全不会，一句都不会。那你让我俩怎么找？对，你就是如果说你说我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我说啊，那你稍等，那我们待会儿下车，那边有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有个酒店或者什么什么至少你心里有谱。我心里有谱，对啊。但是这样的话，你的咱俩对那边实在是太陌生了，对吧？我俩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只能默默祈祷，只能默默。好在一切顺利，我们都是回了酒店，然后一切解决的完美。我们快点跳过这个有味道的话题。他有代入感了，还带着点味道。对，然后我们到土耳其的第一天，就是在外面瞎逛了一下，对吧？熟悉一下环境之类的。因为我安塔利亚刚好有一个古城嘛，所以可以去那边转一转，还蛮有意思的。对，我们去那个古城转了一下，然后感觉就是让我比较震撼的地方就在于土耳其那边到处都有猫。对，感觉那边的流浪猫贼多，我真的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猫啊！我都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算是流浪猫，其实他们就是有吃有喝。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不能叫流浪猫，只能说猫非常的多。天哪，他们过得可滋润了，对吧？怎么说呢？严格来说，他们也没有主人，对吧？对，他们也是在街上生活的。但是他们可能跟其他就比如说英国这边的流浪猫啊什么的就不太一样。虽然英国这边流浪猫、流浪狗非常少，基本上没见过啊，但是就是感觉土耳其那边的猫过得还挺快乐。对，他们有饭吃，有水喝，然后还有人给他们建了一些小房子让他们住，对吧？就是好像我们当时下午出去，然后准备去吃饭的过程中，刚好就是那个猫猫的那个饭点吧，所以你不仅能看到路边有很多猫粮和水，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有人提着猫粮和水准备要给其他的猫喂。对啊，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对猫真的很友善。对，而且路上土耳其人贼喜欢猫，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他们就可能他们文化里就是对猫像你说的比较友善嘛。对，照顾得非常到位。对，他们也都不介意猫就是随便去店里呀，或者是随便去那个饭店里转一圈之类，好像他们也不是很，反正就他们就很好，而且都很可爱。有的小猫就这么小，而且很黑，然后非常可爱。就是我当时就在想，我真想抓一只带回英国。对啊，那你就等着进那个海关那边的黑屋里吧。真的，它们太可爱了。然后你到哪都能看见很可爱、很漂亮的猫猫。然后我们俩就真的好开心，然后何为还碰了它们，但是这可是大错特错。其实我觉得，我建议大家看就好，就是不要轻易碰，因为有些猫它就是不太卫生。对，毕竟那些猫怎么说呢？归根结底还是没有主人，对吧？对，你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驱虫啊，还有就是洗澡之类的，洗澡啊，定期洗澡。对，所以可能有些寄生虫吧，对，有可能还有可能也有跳蚤之类的。所以我那个碰完之后，我就能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毛实在是太硬了，就是感觉跟那种就是定期洗澡的那种猫的那个毛还是不太一样，那个手感不一样，所以我就赶紧跑去厕所洗手，以防万一，我就怕万一有什么跳蚤，那确实保持卫生，接下来几天就不好过了，对吧？肯定痒了吧唧的，对，但是。问题是，然后我们俩是看到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我说让何为赶紧进去洗个手，然后他进去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土耳其
大爷把你叫住了，就是说，就是他说 sir，对，他也不太会英文嘛，然后他就指了一下他的那个摊儿，他摆的摊儿嘛，然后他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1欧元，一次。对，然后说哦天呐，原来这个厕所还有付费呢。其实我们能理解，就是我们也看到土耳其他们政府里头有说有一些卫生间为了维护也好，为了打扫也好，就是收费是合理的。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是根本没有，我们当时去这个厕所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见这个摊儿，就是这个厕所就是它在这儿，然后那个摊儿就在一个非常角的角度。如果你不你去厕所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还要在那最斜边看一下它隐秘的地方发现人家要你收费，人家是故意躲起来的，我跟你说，他肯定是故意的。所以有一种就是其实我是不介意花钱的，对吧？就是你说人都有3级嘛，你刚好是在这种景区开个洗手间你做点小生意，我也是能理解的。不是他开的洗手间，这是政府，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的洗手间。我觉得也不一定吧，反正这个是另一说我觉得有可能是人家自己开的怎么还能开厕所吗？那开别的不好吗？非要开厕所？开厕所还挺能赚钱的嘛。但我不喜欢的点就在于，就是有一种被偷袭的感觉。就是你要是明码标价然后你是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说，就是你来我洗手间解决一下人生三级但是你要花这个钱，那我能接受嘛？因为你都已经跟我说明白了。但是就是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你突然把我叫住，然后说：“哎呀，你欠我钱呢！你都刚上完我的厕所。”就是可能心里有点不舒服。对，我们有一种，就是我们不是先被告知，然后选择这个事情，而是我们选择之后，我们没有意识到被迫的感觉，就是我不得不给你钱，对吧？但总体大家都是很好的，只是就是突然这个小插曲让我们对，这是一个小插曲嘛，我俩顶多也就是在这儿吐槽2句。其实实际上我们在土耳其玩的非常开心，整体来说感觉当地人都非常的友善，对外国人非常的热情，哪怕一句英文都不会，他们也很有耐心，对吧？对，就是还是愿意用我们的那个翻译软件跟我们沟通什么的，还是很愿意帮忙的。对，因为我们看到土耳其有很多那种甜品店。然后，但是我们也不确定那个里头有没有牛奶或者有没有鸡蛋，因为何为是一个全素。对，我是吃素的嘛，我从小到大就是只吃素，我是那种非常严格的，就是可以管它叫全素食主义者。对，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翻译软件去问那些店里的店员说你这个里头有没有加牛奶和鸡蛋？然后他还很耐心的跟我们解释说都有，或者说对。有可能这个你可以吃，但是他也不太确定之类的。对，他们还是很愿意帮忙的，很愿意帮忙。而且我们去，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那个当地的土耳其餐厅，就是那种自选，就是它有那个一盘一盘的菜，然后你选你想吃哪一个。然后我们当时就是那个店里的店员不太会说英语，然后所以他那个经理就特意跑过来帮我们。对，全程就是跟我们用英语解释，然后说你可以选这个，也可以选那个。然后然后我们问他这个面包呢，然后他说面包是免费的，然后旁边的红茶也是免费的，就让我们可以随便的喝，随便吃。所以我觉得他们人都很好。对，说到这个食堂我觉得就是也不能管它叫食堂吧，反正我觉得那个店确实长得跟食堂还蛮像的，对吧？让我联想到就是中国的那种食堂，在北艺的日子就是非常怀念那个时光对对，感觉他们那边还挺好吃的，然后这种就是反正上菜速度非常快，人家直接给你盛一勺，对吧？对，然后就给你了。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这样的话也能解决何为他全素的需求。然后我是正常吃的，所以我也可以尝一尝当地的美食之类的，可能会加上肉鸡蛋呀，或牛奶之类的。你突然说到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选题。以后有机会的话，如果观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聊一聊。你作为一个就是
正常饮食，就是吃肉的，还有我这么一个从小吃素的，是怎么一起生活的？有没有什么矛盾，对吧？是怎么做饭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啊。对对，反正我们话说回来，回归到正题啊。对，那个食堂确实挺好吃的，然后他们有各种豆子呀，还有就是各种蔬菜啊。对。还有他们的沙拉，我觉得他们的沙拉很好吃。他们有一个酱，感觉那个沙拉酱里头有什么薄荷呀什么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反正贼香。对对，我俩非常喜欢他们的沙拉。然后他们还有当地的红茶，就是你吃完饭之后喝一小杯红茶，对对对，非常悠闲悠闲的坐在那儿啊，边聊边喝一杯红茶，还挺很不错的。惬意。对。我本来以为喝完红茶之后睡不着，因为毕竟那里头也有咖啡因嘛，虽然没有咖啡那么多啊，但是还是有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还行，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严重。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一天到晚都在外面逛，所以也把我给累坏了，对吧？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对。所以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在土耳其这个5-6天，然后我们还安排了2天的活动。第一天就是我们跟团吧，算是就是我在小红书上就是刷到很多帖子，大家都会介绍你可以去跳岛游是吧？还有跳游岛。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这么说，这么跟大家说吧，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带着你坐船到土耳其旁边的好几个小岛，然后在每一个小岛停留一段时间，让你从那个船上跳下去，跳进海里，然后游2圈。对，然后他们那边的海水都非常的清澈。对对对。是透明的，就是你能直接看到底，而且非常的漂亮。所以就是我们何为玩的还挺开心的啊。对对对，唯一的问题就是你发现太咸了，对吧？对，我跳下去，我没跳下去，因为我不太会游泳，所以我就是它停靠在海边之后，然后我到海边，然后我下水游了那么2下，然后我尝了一下那个水，咸死我了。对对对，我是后来没尝过这么咸的海水。你还别说，我突然想起来，有另外一个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要是不跳下去的话，你可以先就是到那个沙滩上，然后从沙滩上慢慢的往那个海水里泡，对吧？但是我发现那个沙滩真的快热的不行，对吧？那个沙子还有那些小石头，贼烫，真的烫的不行。我都怕我要烫伤了，烫出个泡来。对啊，真的。对对对。然后我那一天有点贪玩这也是我犯的一个比较大的错误啊。就是我以为我一直这么跳也没什么问题，玩得开心就好了。但是时间长了，我说不对啊，为什么我的背有点感觉呢？就是什么感觉？我不是涂好防晒霜了吗？然后最后还是晒伤了，他整个后背都红了吧唧的感觉，是因为就是虽然涂了那个防晒霜，但是都连续跳了那么多次，可能就把它那个给稀释掉了嘛。那个水对，你也在海水里游了半天，然后你的背是正对着太阳。对对对，是朝上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晒伤了嘛。然后不仅晒伤了，还中暑了。对。就是贪玩，所以要适度合理的对对对，安排活动，安排时间，不能像我这么贪玩。就是他就是很夸张，他一开始很激动说小云我要去跳了，然后我说你可以你去吧，然后他去完之后他说太好玩了，然后就一直狂玩。我说你要不要稍微的那个控制点？他说我觉得太好玩了，太有意思，我还想去。然后我就说那你去吧，然后他就一直玩，就是我们整个那个船就在岛上停了，大概就是不同的岛加起来停了大概得有3个小时吧。他玩了3个小时，我觉得难怪他中暑。对啊，我不中暑才怪呢，对吧？我在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对，不过这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整体他们那个水很清澈，而且他们还会管我们一顿饭，所以就是
你就可以在这个边玩1天，就是还蛮推荐大家也去尝试一下的。对，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感觉那边的那个环境还挺不错的，对吧？然后就是我们不是说有2天是安排，哎呦，打嗝了啊！不是说有2天是安排活动的吗？第1天是这个坐船，对吧？还有游泳什么的。第2天是干什么的？漂流和越野车。越野车，对，没错。所以我们那个漂流还挺有意思的。对，就是我们就是几个人吧，大概7、8个人，然后安排在一个，不止吧，可能差不多10个人，对，10个人安排在一个船上。然后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那个船上有好几个女生只会假装在那儿划，实际上他们那个划桨就是放在那个水里不动。对，他们是5、6个还是6、7个，就是很喜欢玩的女生吧。然后就是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还蛮累的。然后教练啊，从一开始就一直鼓励我们划，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跟上他的节奏，因为他是让你1、2、1、2，这样的话大家的力气都合在一起，这样你会划得更快，划得更丝滑，然后更快一些，大家要同时划。然后但不幸的就是，然后我跟何薇坐在的是前2排，然后后边都是那些女生们，然后他们那个划桨根本就没有进水，你知道吗？就是假装划了一下，但实际上都根本没有用力。我跟你说，人家一不小心不拿那个划桨砸你已经很不错了，天哪！哎呀妈呀！就是然后到最后就是他们丢那个划桨，因为就有的时候啊，就是有可能有点，就是你划的时候有点剧烈，然后让你赶紧收起来，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拿住那个划桨，然后就掉到了那个水里，然后我们的那个船长还直接跳进水里了。我问他你要干嘛呀？何必呢？不就一个划桨吗？还挺可惜，你知道吗？因为他说，哎呀，我真没办法，就是这个弄丢了还会扣工资呢。我说人家也不容易嘛。对，他就这么捡了两次吧。对啊，他捡了好几次，感觉那个女生天哪，就是动不动就把那个划桨往里扔啊，真是的。然后就这又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啊。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不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俩就是我们刚开始划船就给了我们个下马威啊，下马威就是也可以说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刚开始游的时候就刚划没2步就有一个大瀑布，然后我就在那个大瀑布里掉下去了，直接掉下去了。然后我问船长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这种问题？然后他说，一是因为那几个女生不划，她们要是不划的话，她也不好控制这个船的方向。他说这是第1点，然后第2点，他说那几个女生太不听话了，所以他让他们收起来，还是就是往里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命令他们都不听，对吧？对，他们就是你要是有一个瀑布要滑下去的时候，你要把桨收起来，然后所有人都重心都往中间去。对。但是啊，就是我在左边，然后那个有2个女生在右边，然后她们不听话还在滑，就导致然后我就斜下来，然后就在底下，然后刚好我们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她也没坐稳，她就直接把我撞进去，还撞下去，你知道吗？然后她当时就是好在那个船的那个边上都有绳子，所以你当时就是使劲死的抓住，对，抓着。因为我很害怕我飘走。对啊，我怕的倒不是你飘不飘走的问题。我最担心的就是周围全是那种大石头，对吧？毕竟我们这个是瀑布啊，而且那个水流可强了。对，哎呀，把我给吓坏了，我再也不玩漂流了。对啊，其实然后我觉得教练也是蛮累的，然后到就是我们中间会有一次休息，所以大家都去岸上，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坐一会儿，然后那个教练还特意走过来说啊，非常感谢我们，也很不好意思让我们有这样的体验。他说平时啊大家都还蛮好的，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他也很累，他也很无奈，他说我也没办法呀，我不能靠我一个人的力气，就是就是把替7个人划
对吧？对，这也不好弄了，对吧？他的力气再大也顶不了7个人吧？对，然后他就没办法。他说他也没办法，然后就是说到时候能继续跟他一起配合，然后争取能游到终点。哎呀，我们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个波兰大哥。人家波兰大哥人还挺好的，但是英文不太行，他听不太懂英文。对。然后，所以有的时候那个船长会下命令说，就是你就是往哪儿划呀什么的。然后他总是反方向划，因为他没听懂。我觉得也不能赖波兰大哥吧，他们当时就是我都不理解啊。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把波兰大哥拉过来？毕竟波兰大哥不会说英语，我们是被分到了英语组，而不是。但波兰大哥是在。对，波兰大哥也不容易啊，他听不太懂。我可能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教练说，因为我们这个船上的女生太多了，需要找一些男生过来。他们说一般都是一半一半是最佳的，就是男生在最前头和最后头，然后中间是女生。但是不幸的是，我们这个船上全是女生。哎呀，反正那个漂流真的是把我给吓坏了。好在我们很幸运的啊。对，我们安全的到达了对岸。其实我们在划的时候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其他的那个船，然后大家就开始在那拿那个划桨就开始泼水往对方，对，然后就一个劲儿的泼，然后大家就跟那个打仗似的，打水仗的是，确实是跟打水仗似的。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但是我们确实发现。其他的船都划得非常的丝滑，非常的快，就我们那个船贼慢。你能理解吗？就是别人的船都是在正中间，然后划来划去，就是我们划着划着往边上跑，然后划着划又往那边跑，就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中间顺利的走直线，我们只是咔咔咔的这样走。哎呀，真的是把我给吓坏了。对，所以我们上午玩了那个漂流，然后下午我们就去开越野车了。那么越野车啊，怎么说呢？我不是那种很喜欢玩刺激的东西，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坐过山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感觉不太喜欢冒险，你知道吗？有安全意识了。对，有安全意识了，也可以说太无聊了，对吧？现在跟个老油条似的啊，都不愿意玩这些。不用这么说自己。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年龄上涨之后可能安全意识会更强一些吧。对，反正我开那个越野车的时候开的还挺慢的，挺稳的。就也不能慢嘛，就是很稳，它就紧紧的按照教练要求的那个就去开，对吧？就是教练说，然后你离他就是有是的，多少远，大概就然后保持一个稳定。我俩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怎么搞的啊？他等着那个，他是故意放慢速度，就开得贼慢，然后那个教练拉开一定的距离，然后人家拉开距离完了之后，你就会就是使劲的踩那个油门加速。你说是不是你搞的啊？我要解释一下。你不用解释了啊。就是你百口莫辩，我跟你说。我一定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坐这个越野车是在一堆沙堆里，然后它可能为了降低这个尘土的这个飞扬吧，所以它就撒了很多水，然后有的地方就成了水坑，然后教练啊是正常的速度开过去，然后他也没有溅到自己身上，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何威是上半场玩的，他把我浑身上溅了一堆泥点子，所以我就说我慢点，然后我就慢慢的。开的挺稳的嘛。那很稳，但是水点子的时候，那水全往我身上溅，就是我鞋也是泥水，然后我裤子也是泥水。你以为我不是呢？我也是呀。但我也没办法呀。我就要解释一下，然后我就慢慢的过了那个水坑，然后到我慢慢过，然后我离那教练就很远，所以我就噌的一下，我就说我一定要赶上这个教练。然后你就有一种那个速度与激情，我知道大家肯定能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他动不动就有点失控。
我恨不得自己拿那个方向盘给他转过去，因为我实在是太害怕了。他就在那旁边抓着那个匕首，就说啊，你慢点，你慢点，你稳点，你别踩了，你别踩加油。对啊，我说你不要再踩油门，你赶紧踩刹车呀，你刹车呀。然后他就不听啊！我说你别吵吵了，你就是你啊，当时就是一个劲儿的往前冲啊！对我，因为我上半场什么都没说，他下半场就对我又指手画点的。我发现我自己受不了那种就是不是在我的掌握之中的这种东西，掌控之中的这种东西，就是对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会让我有点紧张，对。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开嘛，然后我觉得体验感还蛮强的，我很喜欢，确实挺刺激的，所以就是很明显能感觉到那种肾上腺素上来的感觉，你还挺上头的当时。我真的还蛮上头的，对，然后我觉得。我们2天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就去了大概有4、5、6天嘛，然后所以有那么2天活动的安排还是蛮有意思的，可以给我们的旅行增加一堆色彩，对吧？是的，刚好也成为我们这一期视频的素材嘛，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本来想的是天天在那个沙滩上躺着，实际上我们又是跳海水里，对吧？啊。从那个船上直接跳下去，又是玩什么漂流这种就是极限运动，又是什么那个越野车，我的妈呀！但我们你也不能这么说，我们还有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去冒险的，对吧？我们已经安排的很休闲了，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提前安排好我们要干这个干那个，我们是到了当天我们在想我们明天要干什么，后天要干什么，对，然后我们就这么安排，就是我们2天去有活动，然后2天就在。随便逛一逛呀，然后买纪念品呀之类的。对，我俩算是那种怎么说呢？比较就是我们是比较随意的，我们不太喜欢特种兵旅游的感觉。对，我们比较随性，就是随心而遇啊。对，好，那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儿吧。希望大家喜欢我们，挺开心的。我也很希望推荐大家去土耳其旅行。对，也希望这一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好，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尽量多录这种类型的视频或者说播客，因为感觉就是，反正我俩也挺喜欢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想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意思的练习听力的这个材料，对吧？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